每日模组推荐：凋零风暴，一个会让电脑冒烟的模组，高度还原了故事模式中的原型。在世界的 x、y 等于0的位置，有一个破旧的房子，在房顶我们可以找到一个命令方块，达成了平时召唤凋零的模样。将最后一个凋零骷髅头放在中间，凋零风暴就会开始失控，情况变得愈加危险起来。起初它的形象并不像视频开头看到的那样震撼，它总共有7种形态，会从和普通凋零相似的样子逐步成长进化。第一阶段召唤的时间比较长，召唤成功之后，它会不断的吸收周围环境中的方块和生物，为进入下一阶段积蓄力量，并对附近的生物展开无差别攻击，导致周围的生物因为恐惧而四处逃窜。玩家在一段时间之后还会受到凋零腐败的效果，这个效果会持续降低玩家的最大生命值，需要制作特殊的食物来治疗。随着吸收的物质越来越多，凋零风暴的形态也逐渐变得离谱起来。在升级到第4阶段之前，玩家还是可以打败它的。我们可以近战攻击，或者使用治疗药水来对它造成伤害，但是由于它超高的血量恢复速度，在这个形态下击败它的难度还是相当之大的。而到了第4阶段，凋零风暴也算是初步成型了，头部变成了大嘴和独眼，体型也变得非常巨大，3只眼睛都开始发射可以秒杀生物的光束，上方有环状的黑色物质环绕，下方有触手在挥舞。这个形态下就已经是无敌状态了，我们无法再对它造成伤害，只能等待它继续成长。可以看到它吸收的方块都已经变成一大块一大块的了，视觉效果非常震撼。继续往上成长之后会进入第5阶段，这个时候脑袋会变得巨大。进入第6阶段之后，两侧会出现2只相对较小的半身肿瘤，这时候就同时有9只眼睛一起发射光束并吸收物质了，这个世界距离毁灭也就只是时间问题。不过我们仍然可以制作特殊的道具来对抗它。凋零半身体会在凋零风暴的下方出现，我们可以通过攻击它背后的弱点来击败它，从而获得命令方块之书，然后制作特殊的命令方块炸弹，在凋零风暴的下方引爆，然后一段时间之后被这个炸弹炸毁，并从天上掉落下来。但实际上这个时候凋零风暴也并没有真正的死亡，当玩家靠近想要破坏它的命令方块核心时，凋零方块就会复活，一段时间之后进入第7阶段。不过玩家仍有击杀它的途径。到了这个阶段，凋零风暴再次变大，身体的中间出现一个巨大的洞，玩家在靠近凋零风暴时会被吸走。这个时候使用弩加末影珍珠的组合，就可以将自己传送到凋零风暴的体内。不过在进来之前，我们需要再击败一次凋零半身体，用它的命令方块之书来制作一把可以破坏命令方块核心的武器。这边体内空间相对于外部而言异常平静，我们可以前往内部中心的位置，在这里可以看到里面有凋零风暴的内炉，中间还有一个核心的命令方块，周围有触手守护。我们需要在体内进行多个阶段的 BOSS 战，用命令方块武器攻击核心命令方块，每攻击一次，这里都会出现一个阶段的安保措施，打败里面的腐化生物，打败触手，打败会吸走我们的内炉，最终彻底击败凋零风暴体内的命令方块。在这之后，凋零风暴就会掉落下来，在地面上留下一地的腐化方块，并且玩家会获得一颗风暴之心。而实际的战斗细节是比我展示的要复杂的多的，战斗的难度也相当之大。这真的是一个还原度极高、内容极其丰富的模组。不过由于这个凋零风暴模组的特效有一点点多，游玩起来经常会卡顿，电脑毁灭器了属于是。那么以上是这个模组的相关信息，不支持网易和基岩版，在 CurseForge 上可以找到。